公元1521年，41岁的曼哲伦死在了菲律宾。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之中，经历着宗教改革运动。腐朽的罗马教廷逐渐失去了对各国的控制力。这一年，在遥远的东方，在紫禁城的蔷薇之中，明武宗也结束了自己荒唐的一生。此时，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即将走向权力的核心，迎接他的将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庞大帝国。他就是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嘉靖。嘉靖帝原名朱厚熜，父亲是孝宗第4子武宗的弟弟兴献王。从2个字的封号就可以看出，兴献王并不得宠。其封地远在距离都城北京1000余公里的湖北安陆。嘉靖幼年时就表现得极为聪慧，读过几遍的古诗就能精准地背诵出来。12岁时，兴献王去世，年幼的嘉靖袭得王位，并将王府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正德16年3月，由于突然驾崩的武宗没有子嗣，大明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，急需一位统治者。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和群臣商议之后，决定由嘉靖来继承大统。原因很简单，嘉靖很年轻，对于官场老手杨廷和来说很好控制。杨廷和年少成名，12岁时乡试中举，19岁时便中了进士。武宗登基之后，他逐渐走向了权力的核心，并进入内阁打击把持朝政的宦官刘瑾。正德7年，由于功勋卓著，杨廷和接任内阁首辅。而到了正德16年，此时杨廷和已年近花甲，放眼望去，身前空无一人，身后则是满朝文武。但战无不胜的杨廷和并不知道，这一次他选错了人。正德16年4月，嘉靖来到了京城，可他并没有等来苦等新皇跪拜的群臣，请殿下由东安门进宫，再由文华殿居住。嘉靖先是震惊，随后而来的是极度的愤怒。他很清楚这条进宫路线意味着什么。按照明朝的礼仪和制度，这是皇太子走的路线，而皇帝从来不走。我要走大明门，入奉天殿，这才是天子之路。群臣望着这个风尘仆仆的少年，在他们看来，15岁的少年藩王从穷乡僻壤而来，应该听他们的话才对。但根据明史的记载，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：嘉靖不会受任何人摆布，反而他会将群臣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虽然现在的嘉靖只有15岁，但他工于心计，城府极深。我不去东安门了，大明门也不走了，回安陆老家，这就是一代帝王的态度。既然你们逼我，皇帝我可以不做。礼官们只好将嘉靖迎进皇宫，走的正是大明门的天子之路。从这一刻起，嘉靖即将成为这个帝国的皇帝。望着金碧辉煌的殿宇，他坐上了堂兄的宝座。接下来他长达45年的统治就此开始了。前路漫漫，是无数的考验与磨难。即位后第6天，文官们的第2次公事到来了。礼部尚书毛承上奏书，按照礼法和明代兄终弟及的祖训，应该称孝宗为皇考，兴献王改成皇叔考，母妃蒋氏则为皇叔妃。也就是说，需要嘉靖改换父母，要称明朝第9位皇帝孝宗为父亲。这是嘉靖帝王生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。面对引经据典、洋洋洒洒的奏书，嘉靖毫无办法，他只能找来杨廷和，放下皇帝的尊严，力求保全自己的父母。可杨廷和却不为所动，他甚至想出来用黄金来贿赂毛承的办法。可惜毛承自视清高，觉得嘉靖在侮辱他，将送礼的小太监赶出了家门。此时嘉靖忽然发现，在这偌大的乾清宫，他孤立无援，虽然是皇帝，却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。想要在此立足，必须要清除掉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。他需要人，需要懂得礼法且不属于杨廷和的党羽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的皇帝是幸运的。就在此番君臣将折之际，一个人出现了。时年48岁，并不是什么朝廷重臣，去年才考中进士。此人并不擅长治理国家，却十分通晓古代礼。